Hello，兔票又來了。兔票做一做下周的一個周度提要啊。下周呢，美股還是有一些比較重要的東西啊。首先，第一呢，這個周三有 PCE 啊，這個呢是通脹，美聯儲比較看重的一個指標啊。其二呢，大家要注意一下，下周有這個傑克遜霍爾的这個年度央行會議啊，下周呢，沃什在周五會講話，所以周五呢可能會有一些比較波動的東西出來啊。其實大家也比較關心他周五會講些什麼東西，比較重要的一些東西啊。首先，第一是他對長期結構性的問題會做出一些什麼樣的這個反饋啊，以及通脹的韌性，包括9月議息會議前會不會透露一些路徑的定調和表態啊。虽然他一直強調說不再給這個前瞻指引，但是在這種大會議上會不會也做一些陳述啊，我們不得而知。那麼我說一說我對他可能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態度的一種解讀啊。首先，第一，總體的態度估計就是一個冷眼旁觀，劃清界限，堅持縮表與減少指引的這種克制的姿態啊。大家要明白，其實最近貝森特啊，就是擴大長債回購這種扭曲版本的隱性 QE 的激進手段啊，沃什估計是會很反感的一種態度啊。因為這個首先第一是越權了，第二確實是不講武德啊。這個貝森特作為一個華爾街的棄子啊，被量子基金開除的一個人啊，做出這種不講武德的這種動作其實也很正常啊。但是呢我們重點不在這上面啊，重点是說Kevin Walsh 會是什麼樣的一個態度。首先呢，可能是嚴格劃清財政與貨幣的這個邊界啊。他的立場很有可能是反對央行主導與財政赤字貨幣化的這種一個狀態，因為他一直就是這麼樣一個態度啊。預計在講話中呢，會明確債務管理屬於財政部，而通脹控制屬於美聯儲啊。他不會為財政部的回購操作背書，更不會承諾美聯儲會入場配合壓低長債利率啊，就是長債的利率。其實大家也知道，一直以來。就是8月份的會議紀要，上周剛出的這個會議紀要，其實就是說白了，放任長債由市場定價，他只管短債的一個利率。但是現在啊，這個貝森特又下場來干擾這個事情啊，所以不知道沃什會是什麼樣的一個態度啊？以前的立场是以前的立场，現在的立场會不會有什麼變化，我們不得而知啊。就比如說之前上任前，他一直是推崇降息與縮表的一種狀態，但是8月份的這個會議紀要給出來的是一個加息和溫和擴表、隱性擴表的一種狀態，所以這個立場是會變的啊。至於什麼樣的立場，我們要到會議當天才能等他講話才能知道。那麼堅持資產負債表正常化啊，繼續配合壓低期限溢價。沃什曾因反對 QE2 而辭去美聯儲這個理事職務啊，他長期主張美聯儲應該大幅縮減資產負債表，並將持倉結構向短端傾斜啊，這個是以前的一個狀態啊。現在呢，向短端傾斜依然是存在的，但是縮減資產負債表這個事情其實他沒有做到，他現在反而是溫和的、隱性的在做擴表的一個工作，其實也是一种隱性的对長端的一個 QE， 好吧？貝森特呢是想辦法抽走長端的存量，壓低期限溢價，但是沃什的既定政策恰恰是讓长端国債由市場去定價，大概率會是重申他的一個執政的理念啊。我們也等等看啊，壓縮前瞻指引這個呢是一直是就是這麼樣一個樣子啊。他其實極其反對美聯儲給市場提供過度透明機械化的路徑承諾，比如說點陣圖與過度細化的指引啊，也就是說這個美聯儲的 put 已經不存在了，好吧？然後借題發揮，重申供給側改革與財政紀律啊，這個可能會人為通過金融工程壓低借貸成本，無法掩蓋赤字膨脹的本質。這個應該是他真正的一個狀態，好吧？這個是我對 Kevin Walsh 的一個預判。那麼其實我今天想給大家提一個醒的，就是長期信用利差已經嚴重走貨了啊。我們看这个整體的這個
期权調整信用利差，这个呢是按照投资级去分的，按照投资级分的呢，其實大家看到這個垃圾債的已經開始隱隱有點抬頭了啊，其實都有點抬頭，但是都還好，好像都不是那麼太明顯，對吧？並沒有達到3、4月份的一個很恐怖的一個狀態啊，也沒有到去年的這種高點，期限溢價啊這個地方。這個地方呢，大家都知道是因為那個美伊戰爭嘛，對吧？然後又回來了。現在呢，大家看到這個長端的這信用利差已經是開始翹尾，翹得很厲害了。其實都有點翹尾了，但是越長期的翹得很越厲害。這個其實也就是大家也看到這個美債的收益、長債的收益在瘋狂的狂飆啊，所以需要的這個信用利差也就越來越大啊，這個也是正常的一個事情。像這些利率錨定指標呢，這些呢倒是沒有出現很大的一個狀態，我們就不說了，好吧？然後想說一說下周的財報啊，下周最重要的財報呢，當然大家肯定就是在看英偉達的財報會怎麼樣去給到市場一個答案啊，就是其實現在都在等英偉達的財報嘛，英偉達是AI 企業的大龍頭，對吧？不叫企業 AI 行業的大龍頭，那麼它的一個財報可能會對市場造成一個比較大的影響啊。現在的預估呢，我們看一下英偉達的上個季度的季報啊，上個季度的季報呢是EPS 是1.866啊，這個收入是78.9億個 billion。那麼現在的一個預估值呢是這個 revenue 會去到91.9億91.9個 billion， 然後這個 EPS 會去到2.08啊，也就是整體的華爾街還是在看漲的，但是這個漲幅不是很大，除非英偉達出現一個超預期的一個成長，或者指引給到一個比較牛逼的指引，可能才會持續的拉漲硬件啊，否則的話大概率如果是處於與這個預測值不差的話，大概率硬件還是處於一個橫盤的一種狀態啊。所以呢，今天我也會在我們的這個思想的視頻啊，也就是會員群的這個視頻裡邊給大家講另外的一些行業啊，就是下半年的交易邏輯其實出現了一些大的變化啊。我在前幾段時間也一直在給大家講去做一些配置啊，不要再天天盯着這個 AI， 就算你要盯科技產業其實我也給大家的另外一個邏輯，就是去布局下一個5年，而不是再去追存儲，再去追硬件啊，這個不是一個短期來看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了。那麼大家要注意的是 SMPS 啊，就是新思科技呢，下周也是要發財報，也是和英偉達同時發啊。英偉達呢也是新思的股東啊，所以周三的這個財報呢會比較複雜一些啊，就是大家要注意。那麼最關鍵的下周大家要注意的是 DJ 和 DLTR 啊，就是 Dollar General 和 Dollar Tree 啊，這兩家。如果這兩家的財報非常非常好的話，那麼也就意味着整體的消費市場下沉很嚴重啊，下沉很嚴重的話，可能就會帶來一些不好的負面的影響啊，因為整體的消費不行了啊，美國的經濟肯定就是要出問題，這個已經是講了很長時間了，大家都要明白，其實美國的整體的經濟80%的 GDP 是由消費貢獻的啊，就是不是由生產製造貢獻，而是由消費貢獻的，所以這兩個如果財報太好啊，出現一個下沉式的瘋狂增長，那麼就很有可能導致市場會出現一些波動。那麼下周呢還有一個大頭是 CRM 啊 ，CRM 下周也要發財報。CRM 呢，也是這個軟件行業的代表啊 ，CRM 也是被砸得很慘啊，就是自從 AI 出來之後，咣被砸得很慘。然後呢，最近呢也有一些復甦啊，其實也回彈了差不多底部上來有20-30%了啊，哪止20-30%，都30%了，對。都50%了啊，最低去到了150，現在200幾啊，回彈了25%左右，已經非常不錯了啊。就是其實可能我喊早了，我喊大家抄的時候，大概 CRM 在這些地方啊，後來又跌得挺狠的，也沒有辦法啊，因為我也預見不着底在哪裡，但是確實當時軟件行業可以做一個動作。那麼現在就看下周的財報會怎麼樣啊，但是按照
以往的尿性，如果財報前拉漲的話，估計大概率都是會出一些問題，對吧？這個大家都是明白一些這種動作啊，所以 CRM 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然後 Zoom 呢，反正是持續的在上漲啊，這個雖然離高點也很遠了但是現在還走的也不錯啊。我們去看近期的一些東西，走的也還不錯。軟件行業裡邊 Zoom 算是被砸的比較少的，因為 AI 替代它還是有點困難，畢竟它和 AI 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對吧？大家都知道它的主營業務是什麼，我不去解釋了。然後下周呢還有 Best Buy 啊 ，Best Buy 呢就先放在這裡啊，只是提要一下。好吧，这個是關於下周的一個提要啊，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話，需要得到一些更深度的一些信息的話呢，首先第一去做個廣告啊，可以去訂閱一下我們自己做這個網站啊，這些估值呢都是純中立的估值啊，因為這個是我們自己做出來的東西啊，自己搭建的系統，自己搭建的估值系統，裡邊呢。反正都會給到大家一些大家從來沒看見過的東西啊，比如說這種按照時間節點去做的一些估值啊，然後裡邊都有這些分析啊，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啊。然後呢，如果大家有需要得到一些更深度的信息，可以去看我的這個主頁裡邊可以加一下微信群啊，微信群裡邊會給到大家一些更詳細的信息。好吧，就先到這裡啊，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